他既是赌王何鸿燊最硬的后台，也是霍老实打实的过命兄弟。硬汉大佬陈慧敏曾公开直言，他是港澳一众江湖人物中唯一有钱有权有格局的超级大佬，出身顶级豪门，却偏爱快意恩仇。崩牙驹见了他也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大驹哥。他就是时代造就的双面枭雄刘荣居。在那个黑白交织的动荡年代，能稳稳压住各路江湖龙头的人寥寥无几，而刘荣居的叔叔刘福便是其中一个。早期为安顿东莞码头劳工，他一手扶持了由码头工人组建的东福和社团。后来社团内斗不断，他便把烂摊子交给侄子刘荣居打理。20出头的刘荣居凭借恩威并施的手段，把东福和从一盘散沙打造成了掌控全港码头货运的硬核实力派，为日后创立联工粤夯实了根基。在此之前，他还拜在了洪门致公堂广州堂主邓伯文门下。邓伯文格外赏识他的年轻有为，把他视作心腹，亲手培养。而刘荣居为人更是重情重义，知恩图报。在邓伯文去世后，他不仅将邓光荣视为己出，更是从小就把他当接班人培养，倾尽半生积攒的人脉资源与门路，一步步辅佐邓光荣坐稳位置。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，港英当局严密封锁海陆关口，内地急需药品、橡胶、汽油等战略物资。霍老心系国家，有心支援，却无路可走。彼时码头关卡林立，兵舰巡逻，运输过程九死一生。唯有刘荣居挺身而出，动用全部码头势力与江湖人脉，冒死组织船只昼伏夜出，为将紧缺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内地，数次深陷炮火绝境，而他一坐就是3年。据说有一次，霍老曾前脚下船，后脚船只便遭轰炸，乱射之中，利字一求，义字难得。正是这份生死考验，淬炼出了两人的过命交情。如果说帮助霍老是骨子里的赤诚，那么亲力扶持，使何鸿燊立足澳门商圈，便是他格局与信义的极致体现。上世纪60年代，澳门博彩行业被本土势力垄断，何鸿燊跨界角逐博彩专营权，遭到老牌势力联合抵制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。在无人敢驰援的困境下，是刘荣居亲率数百兄弟赴澳门镇场，震慑对手，助何鸿燊顺利中标。早期两人就是经霍老牵线结识的。何鸿燊更是多次直言，没有大居阁赌王的位子，我一天都坐不稳。而最能体现刘荣居顶级通透与处世智慧的，莫过于斡旋化解霍老与何鸿燊的决裂危机。当初何鸿燊为制衡叶汉，设计骗霍老同意入股博彩业。霍老本就对赌博生于痛绝，碍于多年兄弟情谊，才勉强参股澳娱并体，前约定赌场利润要用于公益建设。可何鸿燊满口答应却没有做到，霍老想退出又遭到拒绝。本是相互扶持的挚友，现在却剑拔弩张，一时间僵局难破。夹在中间的刘荣居看透矛盾本质，二人从无核心的利益对立，只是追求维度不同。最后他出面调和劝解，最大限度保全了两位大佬的体面与多年情谊，才没让矛盾升级。2022年94岁的刘荣居在香港安然辞世。纵观大居哥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世功绩，也无高调张扬的人生姿态，却以最通透的智慧活成了港澳风云里最清晰的旁观者与成事者。他见过江湖险恶，商界浮华，历经风雨沉浮，始终坚守初心，守住底线。所谓传奇，从不是权势的堆砌，而是历经世事依然纯粹，身处名利漩涡依旧清醒，